对于高血糖的人来说，平时要很注重自己的血糖，尤其在吃上面要特别的小心。其实呢，想要控制血糖，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拉伸小动作，对控制血糖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抬起双手在胸前相互交叉，手掌心朝前，然后呢向头顶拉伸，保持5秒，再向后、向左、向右这样拉伸，每次做5到10分钟，每天早晚1次。这个动作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血管功能，促进肌肉对糖的消耗，对平稳血糖有很大帮助。除了这个小动作外，平时呢还可以多走路，走路对降血糖也有一定帮助。还可以呢配合食疗的方法，多喝点苦荞茶。苦荞茶能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改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平稳血糖。现在不止老年人，很多年纪轻的人也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若不抓紧调理，很容易导致脑梗。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将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手臂呢自然的在身体两侧下垂，然后双腿微微的弯曲，全身上下呀有规律的进行颤抖。先颤抖1分钟，然后呢放松一下，再接着做这个动作，每次做5到10分钟。这样颤抖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，还能够改善血液粘稠，预防血管堵塞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能很好的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哦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随时随地呢都能做。那如果想要预防脑供血不足，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是呢要合理饮食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还有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。最后推荐大家常喝点山楂水，有助疏通血管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也有。到中年血液呢很容易粘稠，这样就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一种叶子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通血管、防血栓。这种叶子就是桑叶。说到桑叶，大家呢认为是养蚕用到的，其实桑叶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桑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多糖和生物碱，能够清理血液中的垃圾，还能够降低血脂。用桑叶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增加血管弹性、保护血管、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其实桑叶呢还可以和苦荞一起泡水喝。苦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苦荞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。这种物质有软化血管、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，所以将桑叶和苦荞搭配一起泡水喝，能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人到中年要好好的养护血管，除了食疗的方法，平时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多进行运动锻炼，这样血管也是我们人体的通道，输送营养，排出废物。如果血液粘稠度过高，那么血管可能堵塞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血液粘稠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1：晨起头晕头痛。如果你休息得好，那么早上起来呢应该是精力充沛的，但如果你感觉到头晕眼花、大脑不清醒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表现2：晨起身体疲惫。正常情况下，早上不会出现浑身乏力的情况。但如果你血液过于粘稠，那么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变慢，这样身体就容易疲惫。表现3：晨起视力模糊。如果血液粘稠，那么血液流动的速度会变慢，这时视觉神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视网膜短暂缺氧，这样呢就会出现视力模糊不清的情况。上面这些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管还算健康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喝点通血管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玉米须茶等。这些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。现在不止老年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存在血液粘稠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呢？若出现3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早起哈欠连连。如果早上起床后还是感觉昏昏沉沉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总是哈欠连连的，这可能是血液粘稠了，血液循环变慢，才使人出现困倦的感觉。视力突然模糊，很多人血液粘稠，血液流通不畅，会导致营养物质和氧气不能够及时供应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突然模糊，甚至看不清东西的情况，这时要多注意。早起胸闷胸痛。如果血管堵塞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早起就可能会有胸闷、胸痛的情况，这时要格外注意。
血液粘稠的人要多进行调理，每天呢坚持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多吃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玉米、海带等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血液粘稠。血管分布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，它的健康也决定着身体的健康。若是出现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就要抓紧调理。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不好消化和代谢，那经常吃会让血液中沉积脂肪、胆固醇，使血液变得更加粘稠，严重的还会引起血管堵塞，所以要少吃。高盐食物，摄入过多的盐分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不利。如果想要保护血管，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。第一种，蜂胶。蜂胶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异黄酮、维生素 P、黄酮等物质，不仅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还能延缓血管老化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所以经常泡水喝，能保证血管年轻态。第二种，苦荞。苦荞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，其中含有的芦丁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增加血管弹性，所以呢，常用苦荞泡水喝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健康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所以要好好的保养血管。如果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会直接危害健康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血管通畅。伸出我们的双手，食指张开，手掌心相对，然后进行拍手的动作。拍手的同时要配合着倒着走，注意拍手的力度可以大一点，每次100下即可。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经络和反射区，这样拍手能够刺激到经络和反射区，并且还能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。经常做一做，血管会更健康哦。血液粘稠度高的人还要改善日常的生活习惯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每天适量的运动，还有多吃有稀释血液作用的食物，富含维生素和粗纤维的食物，比如柠檬、燕麦等，有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，保护血管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液流通顺畅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。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，血液就会变粘稠，血管出现堵塞。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？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。如果蹲时间长了，出现气喘、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助清理血液垃圾，预防血栓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上叠放，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。做完再换右手，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，还能帮助保护心脏。每天做3到5分钟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稠的人常喝1种水，吃2物，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。荞麦茶，荞麦茶中含有丰富的芦丁，芦丁可以促进血管代谢，有助垃圾毒素的排出，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。所以呢，经常用荞麦茶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血栓哦。那还有2物，就是燕麦和山楂。燕麦里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葡萄糖，能够促进肠胃消化和吸收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山楂里面也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经常吃山楂有活血化瘀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，能够帮助增加血管的通透性，预防血栓。血液粘稠看起来离我们很远，其实呢，这都是生活中日积月累的，通常和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和哪些习惯有关。第一个，喝水太少了。人是离不开水的，那我们的血液中大部分呢也是水。如果平时喝水太少，体内缺乏水分，就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导致血管堵塞。第二个，久坐不运动。长时间坐着不运动，身体新陈代谢和血液流动会变慢，这样时间长了，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促使血管堵塞。第三个，吃得太油腻。一般油腻的食物都是高脂肪、高蛋白的，如果吃得太多，容易引起肥胖，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，如果想要血管健康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呢你尽量改正，改掉一个也是好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高血脂，如果平时吃了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。
血脂高对身体有很多危害，经常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胸闷、心痛等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，帮助血脂降下去。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躺着就能做。每天睡觉前可以躺在床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大腿和地面垂直，小腿和大腿垂直，脚尖朝向天花板，这样保持5到10分钟。这个抬腿的动作可以促进气血运行，使气血畅通，而且抬腿时会流汗，能够把身体内的酸性毒素排出，将血中脂肪燃烧掉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效果。不过要每天坚持做才会有效果哦。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想要降血脂，大家平时在吃完饭后可以拿出去走一走，每次走半小时以上，不仅可以促进消化和吸收，还有利于血脂的降低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